在8月20日，印媒《印度时报》的消息显示，印度海军在本周三，也就是8月18日，联合越南海军在南海执行海上军事联合演习。不光如此，在演习中，印度海军官方更是用极为挑衅中国的口吻，声称这是在南海持续部署的一种军事存在来形容此事。可以说，印度对华野心早已不愿多加遮拦。据了解，这一次联合演习的规模在中国可能几乎等于没有，但是在印度和越南来说却是不小的战力。印度方面派出了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而越南方面则是一艘护卫舰，在南海举行实弹射击演习和直升机作战演练。而且，为了这一次的联合演习，印度海军在8月15日就赶到越南的金兰湾，先行与越南海军展开一些军事互动，这也透露出了相当的重视程度。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和越南对待中国的恶意由来已久，前者自脱离英国殖民之后，就开始了自己在南亚的侵略扩张，而中国尽管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对印度保持了相当高的友善态度，却依旧被印度仇视至今。后者不知天高地厚，不满自己地理位置，在中南半岛玩扩张，频频点燃战火，这才招来中国干预。哪怕中国经常对越援助，但在对越反击战之后，越南对中国更是心怀恨意。为了能够对抗中国，新德里和越南这两个白眼狼果断联手，靠拢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经常给中国拖后腿。而且这两个手下败将往往明面上对华友善，骗取中国援助物资资金，妄图在合适时机狠狠咬中国一口。而当下正值中美博弈最激烈的时候，印度和越南早就蠢蠢欲动，我国主要精力又在台海地区，如此关键时刻，印度和越南两个白眼狼自然抓住时机，亮明立场，投奔美国，向中国亮出獠牙。而对于中国来说，也确实是一个危机，我国南部将多出2个美国盟友，尽管是手下败将，但也必须警惕应对。值得一提的是，据印媒报道称，在结束与越南的南海军演之后，印度将与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尼等同样举行军事合作互动。随后在8月26日之后，印度海军将派遣4艘主力战舰前往日本关岛海域，与美、日、澳3国进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而理由也同样是以合作方式对抗中国威胁。近段时间，美国的全球形象遭到严重打击，信誉和实力衰落备受质疑。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又开始对中国放狠话，能吓到我们吗？近日，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声称，要制造出让中国感到恐惧的超前技术，比如正在推进的 F-35隐身战机升级项目。此外，还有一些不能透露的机密项目，说的好像中国没有隐身战机技术一样。更何况，中国还有反隐身雷达技术。美国一向喜欢用军事优势威慑他国，但是这么多年，即使面对力量十分弱小的国家，美军有赢过吗？事实上，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对多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军事干预，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到中东的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还是非洲、拉美等国家，美国都占据绝对军事优势，但却都失败了。这样的美国能吓到谁？对于这位新上任的美国空军部长这番言论，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肯德尔要让中国感到恐惧，建议他问问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同不同意。事实上，美国屡战屡败，教训已经够多了，有反思过原因吗？没有。就连美国总统拜登不久前就曾坦言，美国不是来搞建设的，美军所到之处留下的只有一片断壁残垣，流离失所，这就注定会失去人心。赢得战争的关键是人心，而不是军事优势。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更像是夜路行路吹口哨，色厉内查，给自己壮胆。虽然美国仍然还坐拥世界第一的综合军事力量，但是美国已经失去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绝对压制，并且差距越来越小，中国仍然不断在追赶，而他们却遭遇重重困境，比如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滨海战舰、福特号航母、F-35都不断暴露出种种问题，甚至在电磁炮、高超音速等新型尖端武器领域已经落后，尤其是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已经失败了数次，进度远远落后中俄。美国能不急吗？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军刚叫嚣要让中国恐惧，央视报道，火箭军常规导弹第1旅克服恶劣自然环境和复杂电磁干扰，快速反应，成功发射2枚新型导弹，精准命中几百公里外的多重防护阵地目标，瘫痪对手防御体系关键信息节点。报道还提到，这次发射成功拓展了火箭军新制弹头种类，火箭军家族或将迎来强势的新成员，自少势大。
我们不针对特定目标，但谁感到恐惧，谁心里有数。在8月21号，我国官媒新华网对外报道，我国火箭军麾下某部在我国西北地区成功发射2枚新型导弹。报道中明确提到，精准命中处于多重防御阵地内的目标，瘫痪防御体系等字词，也说明这不是一个与过去类似以骗杀伤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导弹。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我国一贯对于敏感话题和带有机密性新闻的报道，往往都是符合字越少事越大的情况。而这一次，我国官媒对于火箭军新型导弹的报道，整个消息不足150个字，也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目前中美博弈激烈、台海问题突出的当下，作为中国杀手锏存在的火箭军相关动向，让不少东西睡不好觉。有观察人士分析，虽然消息简短，在部分语句却可以凸显出极大的信息量。比如在新华网的报道中就提到了命中几百公里外瘫痪防御体系这样的语句，也就是说，这基本上是一个具有高突防能力的短程导弹。联系上诸如精确打击节点，也就是说，我军新配备的新型短程导弹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是专门为了某些势力准备的小惊喜。在近期，西方媒体炒作台海问题，美军驻军台湾，军机公然飞抵台湾运输物资，叫嚣死保台湾等等，一系列话题让两岸关系已经走上绝路。加上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一支反华联军，如此敏感的国际局势下，中国火箭军主动亮剑，无异于是为敌人敲响丧钟。而且，美军五角大楼在今年3、4月份也多次爆出过在南海和台海的战争推演。在面对中国远程打击力量的威胁下，美军在亚太多个军事基地都将面临严重威胁。为此，不得不采取分散部署的战略思路，尽可能减少聚集，防止被解放军一锅端。从这一战略转变也能够看出，美军上下尽管对中美亚太交手持悲观态度，却依旧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战争野心。而如今，火箭军在关键时刻公开2枚全新的短程导弹，很可能也是为美军在亚太的多个军事基地准备一份丰厚的小惊喜。自从中国展露崛起势头之后，美国的挑衅围堵一直贯穿于中国发展的各个过程。而随着中国发展势头的加快，美国的挑衅手段也愈发狠毒。近日，美国新任空军部长一上任就对中国大放厥词，这足以见得对抗中国已经成了美国新任军官之间的共识了。而且向中国放狠话似乎也成为了他们立威的主要手段。弗兰克·肯德尔表示，要使用超强的军事技术让中国感到恐惧害怕。尽管这一狠话乍一听威胁挺大，但是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是被吓大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仅不怕威胁，甚至还有能力反打你一手。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新任空军部长放完狠话之后，我国火箭军就立马行动。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最新报道称，近日，火箭军常规导弹第1旅在克服恶劣天气条件的情况下，快速机动，成功发射了2枚新型的导弹。试射的结果显示，这2枚导弹精准命中了几百公里外的预设目标，可见这一导弹的威力。也正是这一导弹的巨大威力，引发了多方的猜想。有军事专家猜测称，此次发射的2枚新型导弹很有可能是火箭军的东风15B 导弹。我们知道，该款导弹目前是解放军火箭军的主力大型导弹之一。其射程大致在900公里左右，从这一打击距离来看，其可以覆盖美国亚太地区的绝大部分军事基地。而这次精准打击了几百公里的预设目标，也再一次向外界证明了中国火箭军的威力。东风快递一出，使命必达。而除了这一款导弹外，我国还有好几款东风系列打击利器，这一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多国都十分清楚。中国的东风系列导弹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能够覆盖多种射程的陆基弹道导弹发射系统。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解放军威慑域外势力，尤其是美国的杀手锏。因此，我军在美国大放厥词之后就亮出这一动作，其背后的震慑回击意味十足。一方面，从中国快速回击且力度如此之大可以明白，对于美国的挑衅，中方已经容忍够了。美军再想挑衅完就相安无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展示军事威慑力的重要途径。正如同我国外交部官方回击一样，美军说要让中国感到恐惧，先去问问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不同意。